2025年3月27日，这一天对于王一博而言，注定被写入职业生涯的重要节点。他正式宣布与乐华娱乐完成续约，同时悄然将微博名称中的 UNIQ 前缀删除。这一看似简单的改动，却在短时间内引爆全网热议。为什么是这一天？为什么是现在？表面上看，这只是一次常规的合同续签与账号更名，但深入分析，这更像是一场精心布局后的身份重塑。UNIQ 不仅仅是一个前缀，它代表的是 UNIQ 时代的起点，是王一博从练习生走向舞台的最初标签。然而，如今的他早已不再局限于男团成员这一身份，而是演员、舞者、赛车手，顶级流量的多重集合体。因此，这次去前缀更像是一种象征，告别过去的单一标签，迈入完全由个人品牌主导的新时代。回顾王一博的成长轨迹，可以清晰看到一条从团体标签走向个人王者的进化之路。最初，他以 UNIQ 成员身份出道，那时的他是团队的一部分，需要共享资源，分担关注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他逐渐在多个领域完成突破，综艺、影视、舞蹈、商业代言，每一步都走得极为扎实。尤其是在影视领域，他凭借多部作品成功打破爱豆转型演员的偏见。在赛车领域，他更是以专业态度赢得尊重。这些成绩的积累，使得 UNIQ 这一前缀反而开始限制其品牌延展。去掉 UNIQ 并不是否定过去，而是对成长的正面回应。这意味着他已经不再需要依附任何团体标签来证明自己。这一改变也象征着他正式进入完全独立 IP 时代。与此同时，王一博选择继续与乐华娱乐合作，也引发了另一层讨论。在艺人纷纷寻求独立的当下，他为何选择留下？答案其实很现实，成熟艺人与公司之间从来不是单纯的管理关系，而是利益共同体。乐华娱乐在资源整合、商业运作、国际渠道等方面依然具备强大优势，而王一博的个人影响力则为公司带来稳定且巨大的商业回报。双方的续约更像是一种平衡后的再绑定，不是依赖，而是共赢；不是束缚，而是协同。换句话说，这次续约很可能意味着他在合同中的话语权已经大幅提升，甚至拥有更大的自主决策空间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他是不是要和 UNIQ 彻底切割？但事实远比表面复杂。真正的关键在于标签管理。在娱乐行业，名字不仅是身份，更是品牌资产。UNIQ 王一博强调的是团体出身，而王一博则是一个更加纯粹、可无限延展的品牌。去掉前缀，并不意味着否认团体历史，而是将过去收纳为履历的一部分，而非持续的定义。这是一种典型的品牌升级策略，减少限制，扩大想象空间。从商业角度看，这一步几乎是必然。当个人价值远超团体标签时，品牌必须做减法。这一操作也在粉丝群体中引发了强烈情绪波动。一部分老粉对 UNIQ 有着深厚情感，他们认为这是初心，是青春，是不可替代的记忆。而另一部分粉丝则更加理性，认为去掉前缀是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。这种分歧本质上是情感记忆与现实发展的冲突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王一博本人并未公开否认过去，也未对团体进行任何负面表达。这种沉默式处理反而更加成熟，既不伤害情感，也坚定前行。如果把视角放大到整个娱乐行业，这种操作其实并不罕见。几乎所有从团体出道的顶流艺人，在达到一定高度后，都会逐步弱化团体标签，强化个人品牌。这不仅是发展需求，更是资本逻辑。因为市场更容易为个人 IP 买单，而非团体附属。王一博此举正是顺应行业规律，同时也表明他已经站在顶流稳定区间，而非上升阶段。去掉 UNIQ 不仅是过去的总结，更是未来的铺垫。
一个更干净的名字，意味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，无论是国际市场、影视资源，还是品牌合作，都将更加自由。未来的王一博很可能会进一步深化演员路线，同时保留舞蹈与极限运动等个人特色，形成独一无二的个人标签矩阵。这一步看似简单，实则为未来10年的发展奠定基础。如果说过去的他是在公司体系中被塑造的明星，那么现在的王一博更像是一个主动制定规则的人。续约，但去标签；留下，但更自由。这是一种非常微妙却极具力量的状态，既不脱离体系，又不被体系定义。这才是真正的成熟艺人形态。3月27日，看似只是一次普通的公告，但实际上它标志着王一博正式进入去标签化的全新阶段。UNIQ 不会被遗忘，但它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。而王一博将成为一个不断扩展、持续进化的超级符号。未来如何？或许答案已经写在这次更名之中。当王一博悄然去掉微博中的 UNIQ 前缀时，最先产生剧烈反应的并不是路人，而是长期陪伴他的粉丝群体。短短数小时内，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，评论区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。一部分粉丝情绪激烈，他们将 UNIQ 视为初心的象征，是青春记忆的载体。在他们眼中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前缀，而是一段共同经历的见证。从练习室到舞台，从默默无闻到万众瞩目， UNIQ 承载着太多无法替代的情感。因此，这次去前缀被部分人解读为切割过去，甚至产生了某种被抛弃感。但与此同时，另一部分粉丝则展现出更强的理性。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必然趋势，是艺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正常操作。在他们看来，王一博早已不再只是团体成员，而是一个拥有完整商业体系与影响力的独立个体。继续保留 UNIQ 反而会限制他的品牌延展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中立观望的群体，他们并未急于表态，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上：这一步之后，他会走向哪里？舆论的分裂本质上反映的是粉圈结构的变化。老粉守护情怀，新粉拥抱未来，而路人则在观察趋势。而从公关角度来看，王一博选择无声更名，没有大规模解释或煽情回应，反而是一种极为高明的策略，让时间消化情绪，让结果证明选择。因为在娱乐圈，真正能平息争议的，从来不是解释，而是持续的成功。如果说粉圈的讨论停留在情感层面，那么资本市场看到的，则是完全不同的信号。当王一博去掉 UNIQ 前缀，并与乐华娱乐续约，这实际上是在向行业释放一个极其明确的信息。他正在进入长期价值经营阶段。在娱乐产业中，艺人的生命周期通常分为3个阶段：依附期、爆发期、品牌期。而如今的王一博显然已经迈入第3阶段，品牌期。在这个阶段，最重要的不再是流量的瞬时爆发，而是可持续变现能力。而一个清晰、独立、没有附属标签的名字，正是品牌运作的核心基础。去掉 UNIQ 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它的商业价值不再需要任何来源解释，意味着它的名字本身就是流量入口，意味着品牌合作时不再需要附加男团成员的背景叙述。这对于国际市场尤为关键。在全球化传播中，越简洁、越独立的名字，越容易被记住、被放大。此外，这一步也可能影响它未来的资源结构。影视方面，更高端的导演与制作团队将更倾向合作。商业方面，顶级奢侈品牌更青睐纯粹个人 IP。个人发展拥有更大的议价权与选择权。换句话说，这不仅是一次改名，更像是一场资产重组。而从长远来看，这一步甚至可能决定它未来10年的行业位置。因为在顶流更替极快的时代，能够真正留下来的，从来不是流量，而是品牌。